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2个，一个是拜登记者会的中国议题，第二个是中国对跨国公司耍流氓的后果。前面这个是一个新发生的啊，这个拜登总统终于举行了他这个就任总统以来第一个记者会啊，这个记者会被媒体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记者会持续了1个半小时啊，那么拜登总统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阐述他的对美中关系的一些看法。很重要，所以我们来讲这个议题。他又重复他跟习近平的通话，他说：“我告诉习近平，美国并不寻求对峙啊，美中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美国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公平竞争。”他说：“中国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拜登说：“我不会批评他的目标，但我不会让他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美国还将继续发展壮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陈述啊。他说：“我比其他世界领导人和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更长。他骨子里没有一丁点的民主，但他是个聪明人，像普京一样，他是那种认为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无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啊。”他说：“世界如今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但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起作用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那为了有力的和中国竞争，拜登认为美国需要做3件事啊，这3件事，第一，加大对美国工人和美国科技的投资啊，拜登承诺对医学研究、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领域投资提升到 GDP 的2%左右啊。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远远超过我们，因为他们计划是拥有这个未来啊。那么，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第二，重建联盟，拜登3月25号将会给欧盟的参加欧盟的这个视频峰会啊。本月早些时候，他和这个印度、日本、澳大利亚3个国家进行了通话。那么中国议题将是这些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啊。拜登说，美国将与民主盟友商讨未来，让中国负起责任，遵守规则。同时他指出，这并非要反华，而是我们必须让民主国家团结合作。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将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啊，继续对中国侵犯自由和人权的行为仗义直言。拜登表示，他曾直言不讳地对习近平说，只要你和你的国家继续如此公然侵犯人权，我们将继续以一种不屈不挠的方式呼吁全世界的注意，并清楚地揭示正在发生什么。大体上是这些啊。总的来说啊，拜登讲话就是关于中美关系，他的调子不高啊，那么也没有川普那么强硬啊，但拜登把美中关系和美国的策略其实是讲得很清楚的了啊。事实上，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这么做啊。那么，中国方面呢？中国方面其实明里暗里吧，它的宣传方式，在整体的中国对外宣传当中，他们描述的美中关系是什么？中国方面描述的美中关系或者中美关系就是利益之争啊。那把这个方法变得这么简单，他是要把这个美中关系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什么方向？用钱可以解决问题啊，这就是当初中美贸易协议其实就是导向一个这样的方向，只要用钱就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啊。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牵制这个川普政府。那么拜登政府的策略就是，既然他要坚守他的价值观，那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啊。
那么记者问鉴于阿拉斯加会谈的结果和中国继续侵犯人权的行为，他是否会比刚上任的时候更倾向于保持对华关税，禁止中国的劳改产品，或者切断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拜登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都是合理的问题，但是只触及了美中关系的一小部分，然后他就开始讲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拜登总统总体对华政策的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晰了啊。这个清晰就是3点。第一点，保持竞争态势，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议题进行合作或者是对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重建联盟。第3点，坚守立场，强大自身。就这3点啊，就这3点。那么这个对华战略的原因是有3个啊。第一个，重建美国应该是拜登政府的主要战略啊，就是说，美国在这场疫情当中啊，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啊，美国的疫情还没有控制住啊，所以这2件事情肯定是拜登政府的优先排到最前面的这任务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这个美国内部的分裂啊，政治上的这种美国总统他有责任去弥合国内的这种社会分裂，他要做工作，他要投入资源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首先美国总统拜登总统要解决内部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之前也说过啊，美国自身没有回到正轨上之前，美国不会选择和中国发生激烈的对抗。这基本上的策略是什么？用时间换空间。在这个时候，我自己还没搞定自己的问题，我们就先干什么？先关注自身。所以把时间换空间啊，这是一个策略。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盟友的问题啊。美国需要盟友，重建盟友啊，重建这个联盟。你要做工作，要建立信心，要在一些事例当中向盟友证明你是可信任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盟友不信任你的话，这个联盟是建立不起来的。那么所以呢，第3点，拜登总统在这一切完成之前，他的讲话相对低调啊，避免过度承诺啊。你跟他讲话他其实可以讲痛快一点，但是他不想讲那么痛快。原因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烈度降下来啊。所以你可以看描述中美关系的时候，只用竞争，不用对抗啊。然后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呢，又几乎全部的继承了川普政府的政策工具。然后比如说推动它完成落实啊，实施都在做啊。比如说 SEC 3月24号昨天啊，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啊，这个发布公告啊，就是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啊，就去年12月底通过的啊。那么他就出了一个53页的公告啊，53页公告就是落实外国公司问责法，这个出了一个细则啊，是一个征求社会意见，然后30天生效啊，这个生效，那意味着什么？这影响很大啊，意味着273家中概股3年之后可能就要退市啊。那么其中在这个预托证券、预托凭证、存托凭证或者预托凭证叫 ADR，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54家。那么通过 ADR 在这个 OTC 就是柜台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66家。那么这些公司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符合 SEC 的规定，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就要违法啊，中国就违反中国的法律规定。所以实际上这些公司
也就是在未来3年他们要离开美国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程。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基本上差不多全部都继承了，把这个川普政府的所有的政策工具全部继承下来，该干嘛干嘛，然后该落实的落实，然后与此同时把对中国的那种调子降下来降下来，用时间换空间那我们第4，我们来讲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这2天也陆陆续续的，我们之前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分析过那么今天拜登总统出来开记者会，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总结这个清晰的总结有几点。我今天在 Clubhouse 里面讲了一下Clubhouse 有人提出这样的议题我今天出去逛正好抓住我讲了一下。第一，中美关系今年会更严峻更严峻。对中国来说，今年对美的外交关系会更困难虽然去年川普政府采取了很极端的做法，比如说在外交层面双方基本上不往来，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往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拉斯加会谈其实是双方都要恢复正常的外交往来，但是你会发现拜登政府的策略会让中国更难过。拜登政府的策略有2个，第一个调子不那么高，但是事情在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建立的盟友，你比如说像新疆维吾尔这件事情，4个国家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同时制裁，这才打到要害就是说西方国家形成联盟这件事情对中国影响非常大，所以中国的这个外部环境今年会更困难，这是第一条，也就是中美关系今年会更困难。虽然它恢复正常的往来，但是双方的这种我们不叫对峙吧，双方的这种你来我往会比原来的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阿拉斯加是个分水岭分水岭。阿拉斯加其实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基本上都没有掩饰对对方的这个态度对对方的态度。这个态度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一个词，叫敌意。其实双方都反映出来敌意。你可以看杨洁篪的那段话，杨洁篪就是布林肯上来的那番陈述包括这个沙利文，布林肯跟沙利文双方的这一段陈述，沙利文更是更宏观一点，布林肯更具体一点，双方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出这种敌意来这种敌意。然后杨洁篪的讲话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敌意，这双方的敌意非常的强烈。虽然双方都是要向对方展示我们要恢复正常的关系，但是这种敌意其实反映在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双方的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是用钱来搞定的。你像川普政府最容易搞定的是什么？只要买玉米就搞定了，问题就搞定了所以但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你买玉米，别说买玉米，买石油，你买啥都不行。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它的对抗，它的对立很难调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这种阿拉斯加的这个会谈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拜登政府正式把这件事情放到桌面上来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后，这个布林肯就往欧洲跑，然后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跑到中国去，双方开始都在拉杆子双方都开始拉盟友拉杆子。那我第二个主题我就想讲正好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中国跟欧盟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所以呢，双方就开始进行这种拉杆子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就最能反映什么？最能反映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实力。你地缘政治越强，你拉的杆子就越大，你的队伍越强大。你地缘政治实力不够强，虽然你看中国在过去一带一路这个撒多少钱，你现在一看，哦，那钱是白扔。为什么？你一到关键的时候，中国能找到什么对它产生战略支撑的盟友？没有啊。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个谁？找了个俄罗斯来。俄罗斯能对中国有战略支撑吗？有一定的战略支撑，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但是俄罗斯自身难保，美国把俄罗斯都当作主要的战略威胁，俄罗斯跟他只能是，他是说俄罗斯给中国提供战略支撑，还不如说他们双方之间是抱团取暖，是这个性质。那你剩下谁？没有了。所以你说花了那么多钱出去，你有什么成果？没有成果，没有成果。所以双方的这种拉杆子结果，你就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地缘政治的实力啊！这地缘政治实力，美国愿意做这种性质的对抗，这种性质的对抗对美国有利。为什么？因为它的资源丰富啊！所以我还是一直强调一点，美国要想办法做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杨洁篪说的那句话，正好就是这样说的，就是美国要以现在的实力为基础来跟中国进行交往，以实力为基础跟你交往，不要离开实力范畴。你比如说地缘政治，美国是有实力，那就在地缘政治范围玩，这就是这个做，现在就是这样的局面，但那对中国是非常不利。这就是我们今天总结的这个结论啊。那么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第二个主题，就是中国对跨国公司耍流氓的后果。那么现在情况，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了，就是中国政府推动一个网络浪潮啊，第一个目标打击谁？打击 H&M。H&M 是第一个打击目标，那么现在下一个是针对谁？阿迪达斯跟这个耐克啊，这下面打击。但这一轮下来操作下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当然所有人都知道，这背后就是中国政府的操控啊，中国政府对舆论的操控啊，所谓民意啊，那就是骗人的啊。不存在，中国没有民意，中国的民意在中国没有政治影响力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民选的总统啊，民选的政权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后面的内容其实是基本上算是一个评论了啊。啊，任何人都知道啊，在中国所谓的民意是中共的操弄。欧盟与美国加拿大、英国4个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在新疆的违反人权的行动啊，那么中国进行反制，中国的反制其实引起了一系列的外交风波。当然，中国的反制这次中国的反制是很特别，它的重点反制对象是谁？是欧盟。它既没有拿美国进行反制，也没有拿英国进行反制，它的反制对象是谁？是欧盟啊，因为欧盟第一次对，其实不仅仅是欧盟，英国也是第一次啊，64以来第一次制裁中国，他现在没有选英国，选的是欧盟。那么欧盟就一系列，他去反制中国，反制欧盟，欧盟呢又去抗议，结果引起了一系列的外交风波。就说中国在很多这种操作的过程当中，是战狼外交，吃相难看。吃相难看影响了什么？影响了观感。欧洲一看这个情况，就是本来双方在一个外交范畴进行对话啊，你来我往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做法就像那个什么卢沙野啊，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召见他不去，你像还有不去，那中国这深夜召见
召见这个美国欧盟驻华大使，深夜召见，以召去啊，这是一个外交上的惯例，你什么时候召见你什么时候就要去，你就是一个起码的外交礼仪。中国不去，说我行程没有安排，我有事啊，这什么鬼啊？然后还在召见过程中全程标中文啊，标中文啊，这是一个非常就引起了很多外交风波啊。就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好，他的这个操作呢得不偿失，从政治的角度得不偿失啊。那么然后中国就开始在国内啊对付那些什么不买新疆棉花的这个跨国公司，最先下手的是 H&M 啊 ，H&M 是个瑞典的企业，瑞典是欧盟成员，那么他这个这件事情操作下来，什么情况？他这个操作以后，让欧盟内部那些支持通过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人变成了白痴，变成了傻瓜。它不仅仅是尴尬的问题，你简直是愚蠢。你想一下，你跟他签了一个投资协定，你一个企业投资协定干的是什么？干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门槛，降低投资门槛，让更多的企业去投资，这第一个。第二个，公平的对待你在对方投资的企业和贸易伙伴、贸易行为，无非是讲的就这两件事情。你辛辛苦苦签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还没有生效呢，你看看他就开始收拾在你那已经投资的企业，你支持这个投资协定，不就成了白痴了吗？那本来呢，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个胜利啊。为什么？因为就当时中美激烈对抗，中国跟川普政府激烈对抗，在这激烈对抗的背景之下，中美签一个这样的协议，那是中国的胜利，等于就是欧洲投了中国一票，打了川普政府一耳光啊。那么中国通过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包括后来的 RCEP， 你看 RCEP 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啊，就是说美国往回撤，中国一下子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啊。那么中国通过中欧投资协定，让中国经济跟欧洲经济更加紧密的在一起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呢，对冲来自美国的脱钩风险。川普政府提出的是要脱钩战呢，既然你提出脱钩，好，那我就跟欧盟结合紧密一点，这是对冲风险的一个行为。有很多东西我从美国得不到，我就从欧洲技术也不差的，欧洲也很多资源啊。那么现在你这样的，你在外交上去还击这个欧盟的制裁啊，然后在国内又用这个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待这个跨国企业，那我们就可以看啊，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说，中国跟欧盟在政治上进行这种对抗，把这种对抗升级啊，那就正好配合了。我就讲，现在正好这个布林肯在欧洲积极的做工作，做欧盟的工作啊，我们要建立恢复原来的更好的关系啊，你们要相信我们讲话作数的啊。欧盟这个布林肯今天在北约发表演讲啊，他这么说，他说这个题目叫重新强调并重新构思美国的同盟关系啊，这是他的演讲题目啊。他说我的头号工作是确保美国外交政策让美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全，为家庭和社区创造机会，并应对全球挑战。带来成果的一股关键方式就是重新强调并重新振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正因为如此，我本星期来到布鲁塞尔啊，是讲的非常，这个演讲稿写得很好。我现在是从北约总部对你们讲话，向欧洲喊话。北约这个条约是
这北约这个条约同盟捍卫欧洲和北美的安全与自由已经将近了75年。他在这个讲话当中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跟欧盟开出一个条件，开出什么条件？美国不要求我们的盟友在中美之间2选1，这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你想一下，欧盟有27个成员国，应该是吧？我不知道记错没有。欧盟有27个成员国，这27个成员国有不同的利益，他们团结在欧盟这个一体化当中，但是他们的不同的利益还是存在他们还是存在不同的利益，特别是针对中国。那有些国家它跟中国关系紧密，比如说德国；有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不紧密，比如说捷克等等，它有不同的取向。那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重建跟欧盟的关系，那你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照顾这些不同的利益。如果你不能照顾这些不同的利益或不同的取向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就没办法得到欧盟整体的支持。所以你要跟他搞关系，你要让渡一些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川普政府没办法，川普政府其实你看蓬佩奥也跑欧洲到后来蓬佩奥想去欧洲都说，哎呀，算了吧，就这个态度。为什么？川普政府非常旗帜鲜明的说，我跟中国是对抗关系，那你要么选我，你要么选中国，要我要他，你自己看着办。那你最好是选我，你不选我的话，你后果很严重。那欧盟这话呢，他就很难办，因为他内部有不同的利益。所以呢，欧盟呢既想跟美国搞关系，又想跟中国搞关系。他希望通过这2个国家的搞关系来干什么呢？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是欧盟的心思和算盘。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川普政府的给他提出的条件，他的算盘是打不响，他必须站在美国一边，跟中国对抗。你就川普的想法就是盟友，我们只干一件事情，去打中国。那他就很难抉择，他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他就没办法内部达成共识。现在拜登政府说，你们不用担心，你愿意跟中国往来，我不反对，你们不必2选1，你只要跟我结盟就行，你跟我们恢复我们原来的同盟关系就行。这样子一下子就把大家的立场的这个门槛一下子给降下来，先在一起做事再说。这个策略是对的。这个策略把门槛降下来之后呢，等于欧盟就跟美国可能站在一起了，这个非常重要在中美之间有3个国家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第一个就是欧盟，第2个是日本，第3个是印度印度很重要，为什么？印度是人口大国人口大国，而且它现在年轻人还是主体所以印度很重要，很关键。那么如果把印度放到边上的话，实际上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有问题的。所以欧盟、日本、印度，日本为什么重要？在整个东亚地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是日本，然后就是印度还有就是欧盟。然后你可以看美国有一个5眼联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西兰不太重要主要是这前面这4个这个5眼联盟基本上美国是不用考虑的，这4个国家这5个国家一定会站在一起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是什么？另外一块就是四方对话。四方对话，美国、英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这4个国家。这4个国家形成之后，实际上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把印度跟日本给抓进来。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五眼联盟也好的四方对话也好，实际上把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放在一起了。现在就剩下谁？就剩下欧盟。如果欧盟是什么？欧盟是块短板。如果美国没办法团结欧盟的话，实际上它很多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没办法，它会漏气。大家知道你的政策水平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所以欧盟这块板必须让它补上，它不补上的话，美国建立这个盟友关系是不完整，而且是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所以布林肯去欧洲也好，然后这个今天其实欧盟是要开欧盟峰会。拜登是要参加这个欧盟峰会的啊，就是视频啊，就其实欧盟峰会都是视频啊，都是要做欧盟的工作。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核心的建立盟友的关系、解决盟友关系的核心的工作是谁？是欧盟啊。所以呢，你想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选择回击的是谁？回击的是欧盟。放过加拿大，也放过英国，是回击欧盟。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欧盟已经做出政治选择。所谓的这个拜登去做他的工作也好，布林肯跑到欧盟去参加北约会议也好，它是一种公众行为，就是其实是舆论制造行为。其实他们已经达成政治选择，欧盟已经做出政治选择。中国已经没办法挽回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欧盟也需要通过布林肯、通过拜登来做欧盟内部的工作啊，让欧盟内部呢能够协调一致啊，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中国认为这个对欧盟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更有效。就有两种可能性啊，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啊？那么从观察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第一个可能性更大，就是中国可能认为欧盟已经没救了，中国没有办法插到欧洲和美国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利益的关系，比中国跟欧洲的关系更紧密得多。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的话，就看得很清楚了。中欧投资协定通过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啊，比较小。本来呢，在欧洲议会，中欧投资协定过也好，不过也好，都是微弱多数，差不多势均力敌，就是它过跟不过的可能性都是占50%啊，就是说否定或者通过啊，都是微弱多数啊，就是双方势均力敌。那现在这个形势，这个外交上的风波，加上中国开始制裁这个 H&M 这件事情，制裁这个跨国公司这件事，那形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到底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个形势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的渺茫。这是第一。第二，对跨国公司耍流氓呢，看得过去还是操作挺精密的啊，自以为得计。但是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其实他这个操作鬼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跨国公司自己也知道，包括外界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是他操控的舆论啊，是个政府行为，不是民间行为，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民间行为，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中国政府在干的啊，你蒙谁都蒙不了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大家知道未来中国需要什么？其实未来中国最需要的是跨国企业，需要跨国企业。中国经济现在活力在下降，成本越来越高，
他没办法平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他又非常的依赖出口。如果没有出口的话，它经济体内部会坍塌。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又需要什么呢？需要刺激内部的活力。那么中国它自己政府不断的在侵蚀民营企业，能够缓解这件形势的只有外资企业，只有跨国企业。你现在折腾跨国企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跑到中国去投资的跨国企业，它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你这次又加上一笔啊，从95年开始啊，砸的日本企业，后来砸这个美国发生过，针对美国的企业发生过，针对日本的企业发生过，针对韩国的企业发生过。好，这次针对欧盟的企业发生了，那基本上你把所有的企业全得罪了。所以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什么？叫非常愚蠢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愚蠢。好吧，那我们就今天第二个主题我们就这样啊。那么下面就我们这两个主题呢就讲完。本来我是想讲，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就是关于这个国产疫苗。我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因为可能没有时间讲。中国现在各地都在加强国产疫苗的接种啊，因为速度很慢的原因是因为不信任国产疫苗，然后国产疫苗接种的这个安排混乱啊，导致了中国打疫苗的速度慢，所以现在各地都在强制性、半强制、强制性的在做这件事情。这边有一个事情啊，我看到有一件事情值得留意啊，什么留意？就是关于接种疫苗的注意事项啊。接种疫苗我看到了各地都有一些就是印出的单张啊，他这么说啊，接种疫苗注意事项，第一，接种后24小时不洗澡啊，这些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接种部位不碰水，这第一个。第二个，接种疫苗前1个月和接种疫苗后1个月不能接种其他的疫苗，这个很合理。第三个，接种疫苗后7天内不要饮酒，不吃辛辣食物啊，这个很奇怪啊。第四个，打了美容针提前要告知啊，你打了美容针啊，这个你提前告知。第五个，这个很重要，接种疫苗后半年内不能要小孩，就是女性不要妊娠。然后这里面我看到这个通知，其实我看到若干个地方都有一个这样的事项，有多有少，内容有增减。但是第5条这个呢，基本上都说半年之内不要小孩。那么新华网上面有一个问答，叫新冠疫苗怎么接种，你想知道的问题全在这里啊。那么它里面有个问题叫备孕可以打吗？接种后多久能要小孩？他回答是这样，孕妇、哺乳期妇女不得接种疫苗啊，因此备孕妇女必须在疫苗接种后适当的推迟怀孕时间，参考其他的灭活疫苗，建议在3个月后怀孕。这个上面讲的是3个月，然后你看的那些单张讲的是6个月。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哪些人不适合接种啊？那么回答，不适合接种的人群包括孕妇、哺乳期妇女，然后就是正在发烧啊、感染急性病啊、患这个免疫缺陷啊等等啊，这些人群。这里面讲的就是孕妇不适合接种，然后哺乳期妇女不适合接种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国家疾控中心叫免疫规划首席专家叫王庆华。王庆华他讲了一段话，讲一段什么话呢？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接种疫苗之后，你接种了疫苗，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他说结论是什么呢？根据现有疫苗的特征以及过去已经用疫苗的经验，不建议采取
应接种疫苗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终止怀孕。人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打了疫苗，你发现你怀孕了，不建议你终止怀孕，不建议你去做人工流产。那到底是建议你怀孕呢，还是不建议怀孕？他不做，他就不说啊。然后这些现在就是，然后就网上还有一些，比如说复旦大学这个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啊，叫姜庆武，他这么说，他说怀孕状态呢，就是本身是免疫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你要这个腹中有胎儿，所以这个时候接种疫苗不利于怀孕的进行，也不利于疫苗发挥效果。因此，在接种疫苗前，当事人还是最好排除怀孕状况。好，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我就 pass 过去啊。然后我再看，我看了一个什么呢？我看了一个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啊的上面的一个资料啊，它有几个问题啊，几个问题，这个问孕妇是否更容易感染这个冠状病毒，或者是更高的风险，然后答孕妇本身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增加他们感染的风险。在其他相关的冠状病毒感染以及流感爆发期间的研究表明，孕妇的重症风险更高。然后，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来自世界各地以及麻省总医院的早期数据最初并没有显示孕妇比其他的成年人更容易感染疫情，或者感染后更容易发展成为重症。然而，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表明，在妊娠发展成为这个新冠病毒重症的风险，即入住重症监护室病房、需要使用呼吸机，甚至死亡的风险都会增加。这是他的一个回答。然后他里面就问的所有的问题，都跟你流产没有关系，都跟你感染的可能性高低没有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啊。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明显的有两件事情，我只说在中国发生，在美国我不知道啊。先说在中国，第一个，国产疫苗到底有没有检测孕妇的风险，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家的说法有两个基本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没怀孕，打疫苗之前你尽量就不要怀孕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假如你打了疫苗发现你怀孕，建议你也不用去流产，人工流产，就是这两个说法。那么这两个说法加上那个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打疫苗之前的这个注意事项，你就会发现这三个说法就是打了疫苗之后半年之内不要小孩，然后打疫苗之前尽量的不要怀孕，怀孕之后打疫苗之后如果怀孕的话也不必采取人工流产的这三个说法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接种国产疫苗有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就是会造成今年新生儿暴跌。去年2020年本来大家会觉得今年都不出门，那也没有办法出门，那可能新生儿会增加，这是一种说法。事实上，去年中国新生儿暴跌了15%。如果按照今年这个情况来看，如果以此为依据的话，那今年新生儿的数量会比去年继续暴跌。
这是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影响在这里。我就今天就把这个题目提出来，我手上没有数据，我查了也没有查到相关的数据，我先把这个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这会对今年的新生儿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大家知道中国老龄化、人口危机这个日益严重，那么今年的这个形势发展会加快这件事情的发生。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加入我们，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啊。那么这里提醒，请大家尽量的点亮小铃铛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好吗？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推特号跟这个脸书号。OK。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 Vivian J， 谢谢 Mike 朱，谢谢 HJ1985， 谢谢 Simon 高，谢谢，请老师喝咖啡，节目每天必看 ，OK， 谢谢你的支持捧场啊 ，Alex 杨，谢谢，喜欢听王老师对川普跟拜登政府的政策分析，很受益，谢谢 ZS。DFYERU 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念，讲得好，谢谢姥姥王，谢谢。前天打完第2剂辉瑞疫苗，有重生之感，和王先生分享喜悦。我运气真的很好，内华达州的登记打疫苗是谁都给打，不分年龄，而且我拿的身份证是加州驾照，我内心充满感激，捐了款给慈善机构和学校作为对社会的回报。恭喜你姥姥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啊，让每个人都脱离疫情对大家的威胁啊。那么请大家尽量的去打疫苗。打疫苗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护你和你的家人，另外一件事情为这个社会多建一堵围堵病毒的墙啊！情况我翻了一下 HM 集团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国市场的销售只占全球的 5.2%， 不到美国的一半，德国的1/3，比人口只有1000万的瑞典仅高出 22%。中国平均每店的销售额只有全球的一半，所以中国市场确实不如小粉红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是的我们之前说过 HM 在中国的销售只占它全球销售的 6% 左右你说 5.2 正好是就是这样影响比较大的应该其实是耐克影响很大，耐克大概占全球市场的 22% 提问坐标加拿大，上个周末在北美几个大城市都发起了 Stop Asian Hate 的运动，本来亚裔一起发声反对歧视和仇恨是好事，但是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在 Telegram 群里面，很多人说组织者是华人协会、华人工商会等等，加上微信圈里有大量的推送，让人怀疑是不是 CCP 在后面操作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觉得很困惑，想听听王先生的意见。上次没看到，我希望这次能看到。这件事情我这么看和我的基本的态度是一样的2点。第一点，我不管谁说的这些话，我也不管谁做的这件事情，我只看说的这个话对不对这件事情对不对只要这件说的话是对的，不管谁说的我都支持。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做的，只要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也支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北美这些城市发动的这个 Stop Asian Hate 这件事情是对的，我支持我不管是谁举办的这个活动，中间有没有人夹带私货我不知道，我没现场去看到，但是我知道的情况是，不仅仅是华人在发动这些运动，其实上个星期开始，美国各地各个社区都在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波士顿发生了啊，波士顿各个 city 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运动其实不完全是亚裔啊，其实美国社会在动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微信圈有各种非议也好 ，Telegram 有各种非议也好，我觉得不足为惧，也不必担心啊。我相信肯定五毛在里面浑水摸鱼啊。我觉得大家不必太在意中文媒体或者是微信圈里面的一些事情，多看看主流媒体，多看看美国的电视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我们要想办法脱离什么？脱离中文媒体，因为大家要知道，中文媒体其实中间有很多人别有用心的在说一些话，尽量的脱离中文媒体的这种局限，我觉得会比较有效一点，能帮助你去分辨一件事情的真伪，好吗？观点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讯看，这次国内对制裁耐克、阿迪达斯和 H&M 的民间反应差别很大，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浪潮。视频有的烧鞋，有的捡衣服，但看着都是有点假惺惺的，多少有点舍不得。还是那句话，老百姓并不傻，捐了天安门大家都同意，烧自家的东西可不行。CCP 这次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门。OK， 观点：苹果剔除涉及新疆劳工的欧菲光，导致欧菲光收入损失160亿，股价跌去2%。昨天微博 CEO 来回之间提出此事，但并没有掀起对苹果的攻击，说明 CCP 知道苹果产业链对于中国就业和产业链的升级很重要啊。10年前如果没有富士康带来苹果，中国不可能诞生现在的小米、vivo、OPPO 等等，现在又在复制到特斯拉，希望来华建立新能源全产业链。CCP 从来就是欺软怕硬，我都说了啊，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精准的知道哪个是软，哪个是硬，这就是中国智慧啊。观点：俄罗斯的普京最多再掌权10到20年，以后的俄国向正常民主国家变化是一定的，到时大陆面临的局势会更加恶劣。抢在俄国向西方民主国家转向前进行国家政治现代化，是大陆现在急需做的事情。可惜现在大陆有一个满清一样的死结，旗人的特权是动不了的。有点像哈，是有点像。旗人有点像什么？旗人有点像中国的这个高干集团啊，高干集团。观点：王老师疫情期间发现了你的节目，成为忠实听众并加入了会员，但从几个月前我停止了收看，因为听到新闻产生的无力感让我陷入了抑郁。我刻意选择做一只鸵鸟，成为大龄追星族的一员。我喜欢上国内的一个明星，每天沉溺于他的新闻，算是借此麻痹自己。但是昨天发生 H&M 事件，使我喜欢的这位明星受到了波及。不仅是他，一大批明星像文革时期一样被迫站队表态，情景可怖。我都躲到那种无聊的饭圈了，依然逃不过中共的魔爪。好吧，他们也不过是怎么说呢？也不要太过苛责这些明星啊。明星其实在中国是最脆弱的啊。你想一下，说封杀就封杀了，那后面那么多人跟着吃饭，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明星其实在政治上是最脆弱的。观点：国内的艺人其实也挺可怜，不马上站出来声明，不仅前途堪忧，还会被粉红们网暴鞭尸，拉出来攻击。
之前阅兵就有艺人在微博发个个人生活，而不是夸奖阅兵就喷成了筛子。粉红越来越像红卫兵和义和团，加速吧。其实也不完全是啊，就是说粉红没这么大的能量。大家也很多人认为，这些议员被喷，做了某个动作被喷，是因为粉红去攻击他，不完全是。一两个粉红去攻击这些大明星，大明星有多少个订阅？大明星有多少粉红？数以千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等的，你去攻击他没有意义。真正一个明星在网络上被攻击，绝对不是粉红的成果，绝对是背后有力量。这个力量来自哪里我不知道，有可能来自政府，有可能来自其他的政治势力，有可能来自他的商业上的对手等等，各种可能性都有。只有一点是不可能，就是粉红攻击他啊，那是不可能啊。你想一下，我们想一下我们在网络上的存在，你就知道，他根本不用理你，你跑到那去骂他两句，能解决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啊。观点在隔夜美股普遍反弹的情况下，耐克股价盘中异动大跌6%，收盘跌3.27%，市值蒸发68亿美元。倘若相关国际品牌拒不悔改，将对其在中国市场销售产生负面影响啊，估计最后还是得贵了啊。网友答：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它的品牌全球的影响，如果保了中国而放弃了西方国家的市场，这些公司必须认真考虑。贵了，我觉得要贵现在就贵了，你现在没看见贵了，那就没贵，就不会贵了。而且你看，这次跟以往不同，这次你看啊，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些品牌的态度，就基本上发一个声明，我们保持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透明度，没有人贵，所以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提问：习近平现在巡游，同时又发生这种抵制外国的情况，能算是皇帝不在，政治短路的情况吗？不算。提问：你觉得中国的战狼外交更多的是出于对西方的威慑还是试探？既不是威慑，也不是试探，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威慑，你说威慑什么呢？都已经翻脸了，还威慑吗？所以跟威慑没关系。试探也不是第一天。提问：中国的立场貌似更加强硬了，王老师认为这跟美国的立场软化有关吗？美国立场也没有软化，中国的立场也没有强硬，只不过演戏给国内看。那么你怎么演随便演呗，这没关系。但真正的立场是什么？真正立场他对美国的态度，美国态度无非是两个，中国的对美国的态度无非是两个，第一个希望恢复原来的关系，这是中国的态度。那你谁求谁？你说是不是？这个你第一，中国第一的立场就是希望回到原来的关系，原来挺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碰我的核心利益。那你说他是守还是攻？那强生硬什么？有什么好强硬的？中国手上没什么牌，所以美国为什么软化？今天我在 Clubhouse 里面那个有网友说这个拜登政府投降全面软化。其实我当时这个网友说了蛮久呢，讲这个拜登政府会放弃立场，会软化，会让中国实现他想要的所有的一切。目的是什么呢？我的问题很清，我当时很想问他，我说你觉得拜登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就成全中共，成全习近平吗？那他谁来成全他呢？那美国的利益是从哪儿表现呢？所以，美国的立场，这个网友说，美国的立场软化，
软化喊口号就是强硬吗？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么强硬的口号。关键真正有效的是什么？是政策，你得有政策，你得靠谱的政策才行。你不能解决政策的问题，因为很简单，你真的能够带动西方盟友来制裁它，这才是有效的政策。所以中国的立场貌似更加强硬了，只是演戏。中国的立场没有什么强不强硬不重要，你强硬你还拖到美国玩什么？你跟美国就别来啊，对吧？你别去跟，你想一下，第一次杨洁篪跑到夏威夷去见蓬佩奥，美国领土，这一次中国又跑到这个阿拉斯加去见布林肯，又是跑到中国去。你说强硬？你有本事你让布林肯跑到北京去见你啊？你是现在跑到美国来是见美国的国务卿啊？这是谁？这是什么？这叫强硬吗？你说那番话，关起门来还不知道你怎么说，是说什么话呢？所以这个没有，我们在观察两国政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是在演戏，哪些是在本质啊？本质到底是什么？两国对抗本质，我们经常讲得很清楚，双方外交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实力。美国打张牌，台湾牌你得抖半天，对不对？你能打什么牌？你最多就是我打我自家孩子，打自家孩子那算本事，然后看不惯，哎，你就别打了，算，我这个我不要求了。你这算强硬吗？这不算强硬，这叫什么？这叫无赖嘛，耍流氓嘛。耍流氓现在还管用吗？现在不管用了。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正在建成联盟，所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问题：朋友圈的视频显示，国内的菜市场要求进入的市民需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是不是土共准备全民注射的节奏？是吧？现在各地在强制嘛，这就是一种杠杆作用啊，用杠杆的效果。那菜市场都不让进了，那这叫什么？这就是任性嘛，没有民主，饭都吃不上啊，对吗？情况：国内接种疫苗原则最后是不议论、不拍照、不录音、不发微信和短信、不上网，就是怕嘛，怕大家知道情况。美国一位妈妈在生孩子前3个星期打了疫苗，好像是辉瑞，孩子出生很健康，而且身体里有抗体。OK， 提问：央视报道了一些外国领导人接种中国疫苗，请问他们真的不担心中国疫苗的质量吗？还是说他们在配合中共演戏，实际打的是生理盐水或者是别的疫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因为是演戏也好，是真的打的也好，不了解因为我不在现场，在现场也不一定能了解。情况坐标北京，北京从今年开始进行平坟运动，去所有的公墓停止下葬，并开始对家属告知，现有墓地的使用只能从购买之日起20年。以前购买的时候说是合法的公墓，20年以后可以继续续费。今年统一说墓地都是非法的，到期后必须迁走。所有扫墓家属没有不骂街的。然后你除了这公墓以外，你还担心一下你的房子吧？70年以后是什么情况？不好说呢观点加情绪，认为在华外资企业会愈发艰难且逐步淡出，员工失业会分沓而至，既符合国进民退方向，又符合当下人文氛围。2010年我入行猎头，给外企和国内企业提供招聘咨询服务，曾经遇到315期间辉瑞被碰瓷，导致项目被取消。期间听到风电行业、农业、电信等行业国内企业用政策优惠与外企竞争，
这几天想，最近特斯拉碰到的事情也是套路，先忽悠再宰，想引入外企的优秀管理模式与员工，但时刻发作被害妄想症。提问请教2个问题：第一，中欧投资协定还没有通过，欧洲议会为何不提早，而偏在此时提人权棉花问题呢？欧洲议会，你确定是欧洲议会的问题吗？是不是欧方压根儿就不想签的意思？棉花的问题不是欧洲议会提出来的啊，跟欧洲议会没有关系。棉花的问题是有个叫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的一个这样的组织简称叫 BCI 这样的组织。它是个影响力很大的组织，它就是为农民提供更好的棉花，种棉花，使用怎么样友好种植，然后就鼓励大家去买这种棉花，然后再鼓励买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叫 BCI 呢取消了什么呢？去年开始取消了新疆地区的许可证。它有很多的会员，有1000多家会员，1800多家会员，其中包括我们讲的 H&M， 他们会跟随他，就是说如果有他的许可证，他才会采购用他的棉花，就他的产业链里面供应链里面是个这样的关系，跟欧洲议会没有关系啊。你看一下我们第1期节目就讲这个 H&M 的这个节目，为什么要对付 H&M， 那期节目我们有介绍，好吗？第二，站在共方的角度，投资协定是作为抗美的背手，是大大有利的。此时发起新义和团运动，也是要把协定往死里整。杀敌800，自损2万，他的动作前就不去做全盘的筹握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不明智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什么？就是习近平这些年推动的一个意识，叫底线意识。他在所有的领域他都不能退，他老觉得他站在悬崖边上这叫底线意识，就不能退。我一退的话，我就掉下去了。这就是习近平给中共注入的一个新的意识，叫底线意识。这种底线意识，你可以看在外交上，他基本上在所有的领域从来不退，只是往前，所以就会是这样子啊。明谢 Renee Mac， 谢谢 Luke Lee， 谢谢周卫兵，谢谢卢小俊，谢谢一如既往的喜欢和支持王老师的节目，也谢谢幕后的工作人员，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